因为你的小孩有小胖威力症，所以对我来说，你可能会比较 focus 在这种罕见疾病上面，但是其实你不是，你比较 focus 在这个孩子的情感教育上面，跟你自己所承受的那些困难其实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很多人都说高年级很难教，你会觉得很难教吗？应该说他们正在快要登大人，那快要登大人的时候，就处于一种他对这个世界有想要独当一面，所以人家说叛逆期嘛，我觉得其来有自啊。我刚接一个班的时候，我通常会要说，那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我们要介绍我们自己啊，可以有哪一些东西可以介绍？对，那你们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性倾向吗？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性倾向。然后呢，我就说，比如说，我爱男生，然后我也爱女生，那这样子就是双性恋。类似这样，他们就懂了，他们就知道什么叫性倾向，就是异性恋、同性恋，这叫性倾向。老师，那你觉得你的性倾向？然后他们就问我，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应该是潜在的潜在的双性恋者，因为虽然我现在各种表现都是像异性恋，不过我真的觉得我很有潜力爱上女生。他们就觉得这样吗？那所以你知道那个收回来就是双性恋居多。我自己觉得实在太可爱了这些小孩，然后也有同性恋哦。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把光谱拉开的方式。OK， 对，你有权利的人，如果把光谱拉开，那他们的选择性就更多了。然后，可是你为什么我前面会有一点犹豫？因为曾经我有想要把这个经验跟大家谈，就是说，当我们在讲同志教育的时候，不就是很希望他们看见不同于异性恋的其他可能吗？是，对。其实我都觉得，就算我直接讲说，你们其实像我就是异性恋，就算我这样讲，我都觉得这是一个比之前完全都不谈还要好很多的事。因为他们就知道有异性恋，那其他的是什么，就会把其他的东西带进来，那有助于他们去理解说性倾向是有很多可能的。更不要说我还谈说我其实是双性恋。之前不是有同事就是在吵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讲说那同志教育是不是要把我的小孩教成同志？你不觉得声音很容易？对，他们是不是这样讲？那我是不是某部分实现了这件事？有一部电影叫做《我是男生也是女生》，它是欧洲片，非常好看。重点在于说，这个家庭生出了一个小孩，然后他有双器官。那通常在生出来的时候，医生都会问父母，你希望保留哪一个器官？那个爸爸当下没有做任何的决定。之后他就把他带到很乡下的地方生活，他希望他可以在长大以后自己去决定他要留下哪一个器官。这蛮进步的，真的。因为他长到16岁了，15、16岁了，然后开始已经有那个青春期，然后也跟同学相处，那他一定会去厕所嘛，所以他就有渐渐的开始意识到说，某种程度上他好像有点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他也害怕跟同学一起很亲密的有一些接触跟相处。一连串发生了很多事，然后也折磨了这个小孩。同时间其实他的父母也受了折磨，但是他的父母还是，尤其他的父亲还是非常非常的尊重他的小孩。他希望有一天他的小孩可以自己告诉他，我希望我要成为女生还是我成为男生。就是在我们谈跨性别的时候，其实还有包括一生出来他就在这个性别之间一个家人也要一起面对的事情。是对，不太容易。对，那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也要一起来看待这件事情。这个就回到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怎么去认定这个世界上有男生女生这件事情？对，是因为你的器官长什么样子，有什么功能，才决定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吗？还是因为你的内心有某种认同，所以才是男生女生吗？是生理比较重要，还是心理比较重要？如果是现在我们文明发展到现在，我们当然是以心理为主。就是说
就算我的生理的各种功能都是倾向于男生，但是我的认同如果是女生的话，那我会想办法，就是在这个时代已经有很多方式可以让我实现我的认同了，那我就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我对外显示出来的那个样子。可是我相信在我们还没有走到现在之前，有可能他是很为难的。我有一些跨性别的朋友，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要实现他的认同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遭惊奇，他有可能就会打扮特别妖艳之类的。比如说我说的是跨女，就是他本来是生理男，但是他希望别人认同，就看待他的时候是女生，对，有可能他就会特别的打扮自己，可是那个打扮有点超过了我们一般女生的打扮。我有些朋友他们后来就回来，就是说他一开始太急于想要找到这个认同，所以他有点就会走过去，然后后来他就会发现我好像太过去了，然后所以他慢慢走回来。很多人以为他的打扮就是他要的样子，殊不知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都是我们的打扮可能都呈现某一种我希望别人看到我什么，所以那个什么样子其实会左右他呈现出来的那个模样。所以有可能他一开始的时候会走过头，但是很快他会知道这个可能需要一点修正。刚才我们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我很喜欢教高年级的小孩，其实有一点他们在那时候也在找这件事情，也在找这个世界怎么看待他，所以他有可能会走过头，所以就会是很多爸妈以为人家就拍改，然后很叛逆，很难教，然后很凶很怎样。但是我会觉得那时候就是他还在摆动当中，所以有可能会摆得太过去一点，他还在修正当中，所以他慢慢的也会摆回来。到5、6年级这个时候，他大概已经进入一种寻找自己，然后也是建立自己的自信，然后开始慢慢的去建立自己的认知。对，所有的东西都是慢慢的开始向外探索跟向内寻求。对，然后这样可以明白，真的，所以你这样一讲，我忽然可以知道说到底大家在吵什么了。假设人类在寻找自己的自我认同的时候，他必须常常要就是 cross the border， 就是要超过一个极限，最后再把它拉回来的话，那问题来了，你在教育你的小孩的时候，你是要让他自己去尝试去跨过那个 border， 自己再拉回来，还是你觉得我就都不要让他跨过那个 border？ 这个是根本 fundamental 的教育的观念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相信他有能力把他自己拉回来，还是我要一直拉着他，不要让他跑超过这个疆界？这个我觉得这是基本的概念的问题，这个是人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的问题。是，而且真的，我会觉得，如果你相信孩子他终究会回来，所以你对于他的一些事情，你不会那么的焦虑，那么的担心。他还没走出去，你就已经在那边哔哔哔，踩线了。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问自己，我们希望父母怎么对我们？对，对不对？没错上次对不对？像学姐说，如果我们先问自己说，我希望我的父母可以让我自己去摆荡，我自己会回来，我希望他可以相信我，那我们应该就这样子对待小孩。但也会有一派的人是说，我非常感谢当年我爸妈有把我拉住。是，我相信有些人是这样。有。但因为这个，他可能也是基于他太认识自己，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出去他就回不来，或者他其实也没有出去过。换个角度来讲，就是父母希望小孩不要经历他所经历的这么糟糕的世界。有时候是反而是这个，有时候是会心疼嘛。对，所以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对，还是说教育其实只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呢？我觉得有一点是吧？因为就像你说的，我害怕他重蹈覆辙，重蹈我可能我曾经很苦，或者是我很过不去的事情。那会不会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到现在我还过不去？所以如果我现在已经走过，我已经觉得那还好啊，就是我已经走过来，如果他是我的女儿，他肯定会走过去。对，就是因为你如果已经走过来了，你也不会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那也许你会比较放手吧。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到现在都还觉得那个伤痛到现在都还
有一点难以愈合，那会不会就会形成一种在教养上的恐惧之类的？所以其实教养上如果有恐惧的话，是不是应该回来先看一下自己内心的恐惧？你现在在 Flying V 你们做的这个线上的有一个plan， 是不是就有那个线上的课程其实是给大人上的？是给大人他上的，对，我们的这个课程，我们出了这个绘本其实是给小孩的，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小孩很容易教的，但是问题是我教他的是他的教养者，对，就是他的照顾者。那我们很担心的是，如果大人自己还过不去，有可能会遭惊体嘛。我们的这个书啊，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开放式的问句，比如说一个人可以很多条线嘛，我可以有非常多的关系嘛。那如果在一个已经对于情感上面他比较自在，他比较愿意放手的父母来说，他可能会愿意让小孩自己去尝试。交很多朋友没有问题啊，然后在很多时刻，我们对于朋友的离开或者是新的朋友的进来，我们也不会感到说有那么大的负担。但是如果是一个在这个议题上还没有走过的爸妈，有可能他就会一直警戒他的小孩说，我们不要这样。对，我们就好好的谨守我们的本分就好，不要想说我们要去交非常多的朋友，然后每一个都顾不了，然后到时候可能所有的朋友都讨厌我们，或者是会有很多的顾忌，有可能来自于他自己的情感经验并没有太处理好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也会很希望照顾者他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好的先照顾自己，对，先想一想我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地方还没有过得去。我们这个绘本虽然一开始是为小朋友做的，但是我觉得大人可以先问问自己。这本绘本叫做《非维星上的线事件》。非维星就是我们那个千德尔上的一颗星球 ，Farewell 道别的。对，这个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出的。这个教材的前身是 Gender， 是我们希望老师可以自己上的12堂课，针对5年级到9年级。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其实很小的小孩他可能就有这个交朋友上的一些议题，可能需要被探讨，所以我们就也出了这个更小的。你刚刚说你在学校的时候，你都会问这个你的同学说他在情感上面有什么样的挫折啊什么的。我就在脸书上发起一个活动，我就说，我希望你可以对你的11岁说一说话。那我就说，现在你有一个机会是这样，我们班有26个小朋友，他们都是差不多11岁左右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你必须要想起，你就回想你的一个情感经验，最好是负面的，对，一个情感经验。然后我希望你可以给你的11岁一个祝福。当然，你也可以问他一件事情，因为我希望我们班的小朋友可以回信。你知道要他回信如果你没有给他一个音质，他很难回啊。要有具体的对对，要具体。所以我就说你要问他一件事情，然后让他可以有机会回答你这样子。对，所以我要求酷的欸3个条件，我就把我们班的一些特质稍微，我就说来认领你的11岁在哪里这样子。包括说我们班有人是跟阿嬷住的，我真的有朋友他就是从小是跟阿嬷住的。我觉得只要有一个连接点出来，我们班有人跑步跑得很快，他是田径队的。我有朋友他就是从小他就是田径队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要从某一些特征里面，你可以认领到，你可以看到你的小时候，然后我希望你可以给他一个祝福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去征求，就说来，你就是来认领。然后你必须要写信给他，专门给他，然后你要达到我刚才说的。我本来也有点担心，我想说我也不晓得他们就是我能够招募到几个人，我至少要招募到26个，就是我们班的小朋友的嘛。我都只有晚上能贴文，晚上的时候贴上去，我早上起来整个爆掉直接爆掉，就是下面就很多人回我，然后回应，他说他愿意，他要，就一大堆这样子。你知道后来怎样？后来我就说不行，那我们班没有这么多人，我就还一个人要回3封，我就跟隔壁班的一起来。对，我就跟那时候我跟隔壁的老师还不错，我就说你要不要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他也觉得很有意义，所以他就一起来做。那没想到
那个留言继续涨，然后2班还不够，对，后来年级都来啊，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了4个，然后另外2个是另外别的学校的，我觉得听起来很酷，听起来很酷，很酷哦，很酷哦。然后呢，然后呢，那他们就真的如期的，我就说你一定要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写给我们班的这个，而且你要达到我的3个要求，这样子。然后他们真的就写哪3个要求？要袒露你的一个情感经验，是最好是负向的。然后第2个，你要给小孩一个祝福。OK。然后第3，你必须要问他一个问题，然后期待他的回信。你知道吗？后来最酷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有写出他们特质让他们认领，然后我就配对啊，配完之后，我们班有1半以上都是同志。我的意思是，我跟我们班讲说，你相不相信老师有跟宇宙许愿？我希望你长大了你会写信给你。其实参与这个计划，真的1半以上都是同志，我的同志朋友们，对，他们都很愿意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班就1半以上都是收来自同志的信。然后他们后来都知道，因为他们的情感经验都已经透露了这件事情，他们就自己开玩笑，因为他们都记得我前面那个梗，就是未来的你会写信给你，所以他们就自己说，我们班有那么多人长大以后都是同志。他们自己说，我觉得很可爱。那他们也会更健康的在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啊，是第一个收到信的，大家都非常的非常期待，然后大家都去看啊，这样子。那个小朋友就跑来问老师，老师这个我不知道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你看他以前啊有跟学姐告白，有跟女生告白，后来又交了一个男朋友，那他到底怎么了？他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我就说，那你觉得呢？然后他自己讲该不会，然后自己就说，了半天之后，他就，我懂了，没事，我懂了，他就走了。你知道，我觉得他在讲那个我懂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很大的转折了。他是在什么异性恋的思维，但是他自己想了一轮之后，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他就显得好像自己这么大惊小怪，好像很奇怪，因为我早就跟他们讲过 LGBT 到底是什么了，所以他好像走回来了。LGBT 他就在身边，就在你的朋友里面了，不是那个遥远的，好像很别人的故事而已。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吧？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家长并不是很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的。对。对不对？不过我已经比较强大了啦。一开始的时候，我之前在做这种比较有争议的议题，有时候我会稍微考量一下说，家长会怎么样？不过我说真的，从我之前，比如说我会邀请同志来班上来讲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会写联络簿，会告诉我的家长们说我会有这个活动，你会做这件事情？对，我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是一种邀请，就是说，如果你想听的话，你也可以来这样子。我不是在争取他们同意哦。对，这我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他是基于我的专业，我觉得应该要带给小孩的事情。我觉得不需要家长同意，但是我可以邀请家长一起来。如果你觉得你有疑虑，或者是你也很想听，我那时候接收到的家长的意见会是这样，就是也有人告诉我说他很赞成，然后也有一个家长他很明白的跟我说，其实他不太认同同性恋这件事，可是他很想多了解一点，所以他很想来听。是我后来觉得，其实讲道理的家长是这样的，他们没有那么会直接的反对说什么事情这样，他们至少会听听我的看法，我的说法是什么。但我会觉得，其实在这样一路下来，几乎没有遇到直接反对我的。对，了不起会有带点质疑。我其实只是在讲说，大家不要那么自以为这种异性恋的思维、守贞的思维就一定要存在。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其他的性价值。但我就常在想说，大家对教育者通常都会有一个既有的期待跟想象。对你来说，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我是不断在问自己的。对，我也觉得所有的老师都应该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件事情。我也会常常去问小朋友，你们该不会不知道你们其实是牺牲很多事情来的吧？你们干嘛要来这里？在家里玩不好吗？好好的打不完的电动，睡到饱，这样子不好吗？为什么一大早然后就要来学校，然后坐在那边一整天，然后这样子你们到底要换到什么？这件事情难道你不用问吗？我常请他们就是好好的想一想，
在没有教育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在文明之前，体制教育还没有形成之前，所有的人生下来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他就过他的生活，长大然后就开始跟着他爸妈去打猎，或者是农耕，或者是做他要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在想说，如果我们好好的想，其实回到那个时代，你觉得你更喜欢吗？或者是说，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人有比你现在更自由吗？你现在被框在这个小小的位置里面，然后听老师讲话，你也不能讲什么，你不能有什么太大的意见这样子，然后要学国语、数学、社会、自然，然后一大堆东西，好多要学的，对，好多哦，然后又不知道学这个要干嘛。我有时候想说，其实小孩真的有点过劳，就是他每天就要学这么多东西，而且可能很多时候他不知道学这个是要干嘛的。你们回想一下，如果在那个时代的人，他的生命经验可以到什么地步？我们想了不起到隔壁村好不好？或者是划着船划着桨到较远的地方，去得到的地方。可是说真的，如果在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这个状态了。我们说芬兰的世界很令人向往，然后我们说可能你连宜兰都去不了不要说芬兰了，你连买票啊或者是宜兰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要怎么去，这些事情可能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能力，他需要学，都是需要学的，都是要学习。我们靠着这个文明带给我们的这些教育，就是装备我们这些东西，然后慢慢的让我们奠基更好的能力，于是我们有机会到宜兰，甚至到芬兰，然后我们可以飞得更高，看得更远，然后我们得以更自由。如果我可以被教育装备好了，我有更大的翅膀，更有力的眼光去实现我的梦想，我觉得那个才会是教育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小孩可以好好的自我实现，然后得以更自由。我常常要跟我的小孩讲说，脱离这个目的，脱离更自由这件事情，这种教育你就要好好的去批判，你在心里要有一把尺，你会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让我更自由，没有让我更幸福，那我要他干嘛？我牺牲了很多为什么自由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就是这是生命的本质如果我们讲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那我会要回扣到生命就是一连串追求自由的过程。我愿意牺牲我的消极的自由，去追求我更积极的自由。那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实现本身就是带给我生命的意义的事情。有一派的人或许会说，我生命的追求就是希望安全一点因为安全会让我人生过得比较好。那就要看好这件事情是那可以去学算命啊，都可以算到。有啦，有一些人确实会比较那个是这样讲的吗？等一下，控啊。说真的啊，我会觉得人生的一些乐趣，我们两个字把它上一个引号，很多时候来自于你的某些突破，不是吗？突破。对，那你要突破本身，你不就是已经认识到某一些框架在那里？人类有一个本质上的需求，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就是我们既要追求突破我们现有的框架，但我们同时间又很希望也很有安全感。你不觉得这就是爱情吗？我觉得教养上真的也是这样。有一本书叫做道德浪女，其实他在讲开放式关系。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觉得他们所讲的那个世界是我们还在追求的啊，应该说我们还在路上。开放式关系其实终归最后都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本质，我们有没有办法在关系里面自由？所以他要讲究道德，就是既是浪女，但是他讲是在道德里的浪女。我本来是期待说，这是一个什么开放式关系的指南，有没有？就是他是这样写的嘛。该怎么做？结果该怎么做？心里不会太受伤。结果呢？后来根本就像心灵鸡汤。后来我有一点像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又回到看山是山，就回到说关系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核心，比如说，坦诚，他很强调。如果你要经营开放式关系，你必须要两个都有这样的认知。如果你有欺骗在里面，
那不是他想要，那他觉得这样子是不道德的，而且也不是好的开放式关系。冰岛70%的小孩是非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结婚，不是在婚姻里面生的小孩。7成吗？7成哦，这么多！哇塞，这么多！那这个多这么多，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婚姻制度非常多元。应该说多元法家庭制度啦，应该这样讲。家庭制度本来就很多元。他们有人是在一起，他们就是伴侣制，然后有人是想说我什么都不要登记，但是我们就要生小孩住在一起。他们有各种可能。那如果这些可能，他们婚姻只是一个部分，所以非婚生子女就婚姻里面生的小孩其实不多。因为其他都在婚姻之外。那我们如果回到这个来讲，就会知道，其实本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多样啊，就是这个不会被法律绑住啦。对，法律是来保障你的，不是来绑住你的。对，所以如果你们此刻已经觉得差不多了，我们已经无话可聊了，我们想要放飞彼此，那也没有什么，无话可聊，放飞彼此。没有这个形容，其实说真的是蛮好的。对，说真的，不要再互相折磨了。对，这折磨下去没有什么好下场。因为回到后来就会可能是有一些道德绑架嘛。对啊，我们当初你当初是怎么说的？海枯石烂是怎样？然后我们的婚姻誓言是怎样？难道我们过往的10年都不算什么？对啊，你说过爱我一辈子，回到这些你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说不爱就不爱了？那我们当初的海誓山盟，对，都是海市蜃楼，都不算什么了吗？是的。其实真的，我们也会教小孩，我也会教小孩这件事情。爱情有时候真的很没有逻辑，这说不爱就不爱了，那是真的可能发生的。就是你怎么看待自己被吸引、心动的那一刻，或者是在某一刻你突然觉得索然无味，天哪，眼前这个人突然陌生了，那你要怎么好好的去谈在一起或谈分开？我现在看你很陌生。最好，我觉得我不认识你。我们就此别过吧。好的。因为我看过你们两个的这个很多就是前面的对话，讲一些干话，我都觉得蛮不简单的。我还蛮羡慕的，说真的。像你们这样子很难走到无话可聊嘛，因为到处都是话题，真是令人觉得有点嫉妒呢。我跟你说，你有所不知。老师你不理解，你看到只是那个短片上面。他今天早上干话摆脸给我看，每天 every day 一个礼拜7天有大概6天是处在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剩下有1天就剪出来一个短片给大家看。你以为真的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吗？不，那都是假的，眼睛有业障。有很多时候我们到最后就是不管是结婚也好或者是离婚也好，其实对我来讲它就是不过就一张纸，不然就是狗婚金的代志，就真的啊。户政事务所现在抽号码牌很快。如果是仪式本身，它确实是5分钟。现在区公所的效率都超好了。对，然后你如果说那个是保障，那都是在这边的事。其实这个是你知道，对我来说，人生追求的最低限度啊。可是我们常常做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个最低限度。我们都忘了，我们人生应该要有最高愿慕。其实很多人对于老师的要求都会希望你没有立场，你是中立的，因为你必须要照顾到所有的人的立场嘛。但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不但不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可能。很多人在这个过程里面觉得我没有立场啊，我都可以，我什么就是我本来没有偏哪一边，其实他有，只是自己没有感觉。自己没有警觉到，其实你就是主流那边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敢讲。对，然后你就是教科书要你说的那一边就是整个国家希望你走的那一边难怪现在课纲要改，大家在那边哀叫，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想要自己是主流那边，所以课纲没写我就不敢讲，课纲有写我就尽量讲。但如果课纲跟我想的一样的话，
我就很开心；课纲跟我想的不一样的话，我就不开心。问题现在就是，课纲也想要写的这样四平八稳。对，我自己是觉得老师应该要知道自己的立场，这比较重要，就是知道自己有立场。像我也会很明白跟我的学生讲，比如说我不同意课本讲的什么东西，我把课本的立场讲完之后，我就会说，可是我的立场不一样，然后我会告诉他们。但是我在讲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说我的理由是什么。我觉得这有一个重点是，所有的立场它背后都有原因，然后你不要轻易的就相信，就是有人觉得没有立场，或者是有人觉得他的立场绝对是对的。我觉得这个也好，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可以训练每一个人的独立思考。对啊，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一直都期待教育要有最标准的答案，就最担心这个。然后我们就很期待，譬如说课纲改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学生就变长成那个样子。但其实这件事情是很好笑的事情，是因为你其实课纲不管怎么改，学生想要长什么样子，他就会长成什么样子。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怎么教他就会怎么样，这是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当你如果自己很有立场，然后你很尊重你教的学生的时候，其实更有助于他长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对，你讲得很好真的，我也觉得是这样。这也是我想，对啊，不然每个人都长得跟108一样。108课纲，对108写什么我就长那样。你相信吗？我当年还是有上三民主义什么公民课，你觉得我长成那个样子吗？当然没有啊。但你就是都翘课的那个。没有，我是公民小老师。我跟你讲，我三民主义小老师。失敬。但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很有趣的事情是，规矩在那里你要不要遵守是你家的事情。以上一代的观点就是，至少我有跟你讲。我觉得那个概念不太一样，是人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两个基础的概念，一个叫做我有跟你说，所以我没有责任。对，我懂了。第二个是我真的希望你好，所以我现在跟你说，剩下来你想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一个叫做我要把我自己的责任先确定我有先做到。那第二件事情是我真的希望你好，但这两个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就像你刚才说到那个政策，或者是我们在提某一些事情，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也一样。有一个是我希望我们一起好，所以就算我知道你是跟我很不一样立场的人，我很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好，所以我期待可以拉着你，我同理你的担忧，我很想要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想要对方也一起好，跟反正我跟你就是不一样，然后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其他就是你自己的事。那个立场跟作为可能都不一样。但换一个角度来讲，是我如果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尽到我的责任后，我会比较开心。我会比较开心的话，这个社会大部分人会比较开心。一个是我要想要办法让这个社会开心，我第一件事情要让我自己开心啊。我相信我先开心之后，这个世界才会开心啊。另外一件事情是，我相信这个世界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开心啊。对，这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没关系啦，我就忍耐一下。你知道这种忍耐一下，有时候就会让自己就这样，就往大家期待我的方向前进，我就忘记我本来的样子了。因为那条路相对是好走的。其实我都很珍惜小孩在某一个时段很叛逆，其实他要学乖很容易啊。尤其是学龄前那一段有没有4、5岁的时候，其实就欢他不管讲什么，有时候他就是故意要唱反调。可是你要想，我常常都跟家长们说，你要珍惜啊，真的，他一入小学什么都乖了，因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他就是会让小孩知道你怎么样会比较好过，你不要太白目就会比较好过，除非某几个分子比较难搞的。但是我们真的要这样吗？遵守规矩是很容易的，就是因为它很容易才让我们担心，因为就一路规矩下去了，遵守规矩又可以得到奖赏，又可以得到这个有一定的权利的人的注目，我们才要担心这个世界太奖励守规矩的人，我们就长不出
另外一种样子。我们不是强调多元吗？这样哪有多元？我们不会多元的，就是某个主流的人期待你的那个模样而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长的历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速度其实是跟别人都不一样的，然后我们都很希望其他人可以理解我们，但我们永远被这个社会主流的某一个单一价值会希望我们，譬如说啊，我18岁就应该怎么样啊，我15岁应该怎么样，我现在30岁了，我就应该怎么样。但我的速度可能就跟你的速度不一样啊。但其实每一个人就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他会有他自己的需求，他自己的要求，他会有他自己的想象，他会有自己的进度。那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如果希望我们自己怎么样被对待，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其他不一样的需求，甚至我们必须要培养出同样的同理心。你希望别人同理你的时候，你自己就要能够同理别人。可是你知道吗？我刚才有质疑了一下，是我没有觉得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都觉得别人要同理我。很多小孩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自己是没有的，都是被要求你要跟着大家，你要看看大家现在怎么样。这样子的价值不断的在体制里面是拉着学生往前走的，所以很多小孩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他不觉得自己很重要，他想的是我必须要跟上。但你讲那个没错，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外界告诉你说你一定要跟上，不然你会很糟糕嘛。但其实你内心的欲望其实是希望，所以你会把你这个欲望压下去啊。你会希望你自己可以用你自己的步调去理解这个世界，甚至你想办法在这个世界找到一个生存的方式嘛。那这个体制一直告诉你说它有一个标准的方法，你就是照这个方法，比如说你念完国中念高中，念完高中考大学，对不对之类的，它有一个标准的方式叫你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念完之后，你就可以似乎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胜利组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但一份子问题来了，就是你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完，你心不甘情不愿把这件事情做完，很多时候其实你完全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社会。我觉得有一个点，因为我们不断的叫小孩压下去，你不要那么自私，你不要想自己，你要想我要怎么这个要跟上，这个字很可怕。对，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因为似乎有一条线，有一个速度在那里，我要跟上。事实上，你就是一份子你要想的是，我在这里啊，有什么好跟上？大家不就是在自己的速度上？就像你刚才说的，但是我们这个教育体制里面，常常会压抑个人，会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想到我怎么样让群体好。可是那个群体，你想到了那个团体，其实是不包含自己的。我只是卑微的跟上而已，不是我去创造，不是很大声的跟他讲说，我也是团体的一份子。我觉得我的声音很重要，我的存在很重要。我们没有要教小孩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情从很多地方都可以感觉出来。越小的孩子，他越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他讲话可以很大声，他上课的时候会很想要表达选我，对，快点，老师叫我，然后问他，老师你再讲一次题目是什么？然后越大的人就越觉得我自己的声音不重要，对，他越觉得我会不会人家会觉得我很笨，好像有一个标准答案在那里，我如果偏离了那里，显得我很糟，别人会看我就觉得不对劲，所以大家都很怕失败。反正我就想办法去找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要马上找到一个位置窜上去，这才是重点。大家想的是这样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可怕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很早就放弃了，我知道我只要跟不到你们，所以我要往另外一条路走。当他放弃自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才是
让我们担心的开始。你的小孩他其实有小胖威力症，因为你的小孩有小胖威力症，所以对我来说，你可能会比较 focus 在这种罕见疾病上面，但是其实你不是，你比较 focus 在这个孩子的情感教育上面，你的 focus 的方向跟你自己所承受的那些困难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很好奇，因为你刚刚在陈述你对小孩做这些情感教育的时候，你的眼神是发亮的真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什么促成你这么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好，这样讲好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我原本的理念就非常一致。一致的地方在于，我觉得小孩不管，就算是有障碍的小孩，我会认为一个美好的世界就是可以含纳多种样态的孩子。那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找到幸福，这是我期待的。所以，如果我期待的那个目的、那个方向在那里，那就算我的小孩有障碍，我并不会觉得他的障碍会是一个问题，反而是我觉得这个环境必须要够友善，让他不会专注在他自己的障碍，因为他还是可以往这个目标前进，只是他走的路也许会跟其他人有稍稍的不一样，但是他还是会往那里去，也许慢一点，也许会往左边右边稍微偏颇一点，然后可是他还是会往那里去，然后他终究可以找到他幸福的方式。所以我会认为环境，或者是说我想要营造的那个氛围，或者是那一条路才是重点。我想要映照出某一种亮光，是可以让很多孩子在里面是有欢乐的，然后他也愿意把自己活得更好，然后他也会照顾到别人，他也会知道这个世界很不一样，有很多不同的人存在。我的小孩有障碍，就是他可能现在来看，他智能障碍嘛，然后他的身体本身就是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孩子跑得快，或者是就是在成长上有那样子的速率，然后跟那样子的力量，但是他就是以他的步伐前进。然后如果这个旁边的环境都够友善，我觉得他还是会有一定的自信，觉得自己是很值得被欣赏，很值得被爱的。每一个小孩都应该要长出这种样子，我值得被爱，然后他就有那个自信，去发挥，去要求这个世界必须要回应他的点，所以，我很难这么就是太具体的讲出我在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被善待。因为我有看过一部韩剧，然后它其实是在讲婚外情的一个故事，可是它的故事的基底呢，是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各自都有小孩，而他们的小孩都有一些在学习上有一些障碍，他们一起把小孩送到芬兰去，因为他们都属于比较自闭症，然后所以他们就把小孩一起送到芬兰的某一所学校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他们自己本国的学校是很不顺利的上学，然后尤其是女主角的小孩在学校里面一直受到同学的欺负。这个电影的开头，这个女生的老公就跟她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就叫你把她送到特殊学校去，你就硬要把她送到普通的学校去。所以刚刚我就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部电影。为什么？因为我在想的是这个妈妈的心情跟你一样的期盼。对，没错，对，就是我希望我的小孩是跟所有的小孩在同样的环境长大，没错。而我的小孩能不能够得到一样的对待，同等的对待？是的，而且他的存在也是让其他的小孩知道有不同，所以他们也要学习。
对，不是我的小孩要百般的去迎合这个主流的世界要有的学习是什么，是，反而是大家必须要共同的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所以因此这个女生她因为她心里面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所以你知道压力大到后来夫妻失和，然后就外遇了。这个故事其实是这样子来的。但是其实我一直记得那个女生把她的小孩送到这个普通的学校去，而她的小孩在里面受到欺负这件事情。你完全抓到我的核心。对，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家的政策里面，我们有签署 CRPD， 就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很希望营造一个共融的世界。这个共融的世界是所有的人，不管有没有障碍，不管你的各种不同，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幸福的生活着。那这件事情必须要所有的人都共同努力，而不是把某一些人区隔开来。所以共融这件事情会是我们在教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算我对某一种生命体不是那么理解，我也要留一个空间，让我不太熟悉的这个他有机会长某一种样子，让我去认识他，然后我会知道怎么跟他互动，然后知道怎么样子我们之间可以创造出大家觉得可以更好的方式。这件事情在台湾，比如说台湾现在还是有特殊学校，对，每一次 CRPD 的那个审查委员来的时候，这一点都是会被批判的。你已经签署了 CRPD， 你怎么可以还有特殊学校？可是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个就是我的病友的这个群体，就是我们有一个群组嘛，所有的人都挤破头要去特殊班、特殊学校，因为他们就是承担了这件事。他们在这个班级普通的班级里面，不是被老师嫌弃，不然就被同学欺负。他们的样子真的活得非常的不好，然后所以他们觉得我只要去特殊班，反正大家都一样糟，反正大家都一样有障碍，大家都可以彼此理解，那就好了。那我不要在这里受气了，因为我在这边老师对我们的小孩也很不好，然后同学也只会欺负他。像这样我就更有一种感觉，就觉得那所以呢，你怎么可以这么容易就妥协？我要的是你们其他人给我听清楚啊！今天我们就是要一起好，凭什么你们觉得他不好，你们就可以欺负他？这件事情不就是一个我们要努力的点吗？我当然可以理解，跟不一样的人相处，可能真的还找不出一些方法，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共同学习的事情。我也会一直觉得，特殊教育本身是为一般人设计的，应该是要这样，而不是为那个有特殊需求的人而已。绝大部分是要为那个我还不知道怎么对那个视障或者是自闭的孩子，或者是有学习障碍、情绪障碍的孩子的老师，他不就是要学特殊教育吗？我要怎么样引导大家去认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有机会去好好的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跟他相处，然后他也变得更好，我们也变得更好。因为他不可能离群索居，他就是我们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体认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么多元，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善待彼此，然后我们有机会，因为你的特别，我也觉得我更好了，因为我有看到很不一样的世界，然后我更丰富了，然后这个人他也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也知道我不需要屈服，我不需要隐忍，我不需要扭曲自己，或者是我不必沉默，我可以还是好好的活得很好。我也许很容易把小孩送到一个取暖的环境，反正大家都障碍，反正大家都能够理解，然后大家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我想的是，他终究要回到社会。是。那如果他回到社会，这个社会还是这个样子，他们还是看不惯这个不一样的人的存在，那不会是我要的。我要他很有自信的在这个社会实现他自己，那这件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实现啦。所以我觉得前面可能会有点卡关，会
其实现在就是啊，我觉得对班上就是很容易，小孩很容易有这个，就是他还是会有暗黑的一面，他还是会忍不住想要欺负这个很不一样，或者是比他弱，或者是他看不惯的人。每一个黑暗的产生，就是教育存在的目的啊。教育如果有机会更自由，那不就是要好好的让这些让我卡关的点慢慢的梳理它，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无碍你成长。我说的不是这个有障碍的孩子哦，当然你对他造成了一些伤害，可是我觉得对你自己的伤害是更大的。一个会欺负别人，或者是会把别人比较慢或比较不一样当成是眼中钉的小孩，其实我觉得对他的成长绝对没有什么好处。我反而觉得，如果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机会试炼到自己这个面向，然后有机会让自己思考的更周到，会知道我必须要照顾他们，我必须要好好的让我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人，我有机会更善良，我有机会让别人也因为我的存在而更幸福。这个比数学考100分还要重要。所以我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会让学生看到这一点。我会希望你知道，你可以有很好的影响。如果你好，这个世界就会更好。你常常在讲说，人其实这一辈子最大的课题就是去认识自己。对。那教育某个程度上来讲，它其实只是协助你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对啊，我们在做性别的，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让孩子成为他自己。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很难的地方在于自己是什么。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要让这个空间打开。我不可能有一个容器跟你讲说，这样才是对的，而是你要去发现，我喜欢我自己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他有机会去找出来，而这个过程不会太快，也不是那么容易定型。所以他一定会有左右右，对，有可能会扭曲成某一个让他发现不对，这个样子不对。有可能像你讲的，需要超过 cross the border， 然后再拉回来，因为它绝对不是一个标准答案。说第一，老师告诉你说你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然后你就很糟糕；或者老师告诉你很厉害，你就很厉害，绝对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机会让小孩有这个空间？这很重要啊！有一件事情会让我很心疼，就是儿福联盟的调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调查，但是他说台湾小孩有一个第一名，就是怕犯错。不要说小孩啊，那大人也怕。大人那些小孩也长成大人。现在的大人就是以前的小孩嘛。对啊，你每一次在问说，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大家都不敢举手，因为怕问笨问题或怕问错的问题，一样的意思。对，可是怎么会？我们的教育怎么可以让小孩怕错？是啊。我真的觉得这是教育很需要反省检讨的地方。与其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学习某一个技能或某一个知识的话，还不如能够锻炼你的心理素质的话。因为我说真的，现在你要学什么知识，要学什么技能，对，没有还不容易吗？但心理素质绝对不是这么容易。我跟你说，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的都是我们期盼未来的教育，未来的小孩可以长什么样。其实我比较希望的是说，如果你听到这一集，假设你听到这一集，你要有意识到你过去受的教育某种程度上有一些偏差。我认真的，先从自己身上调整起。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也认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影响任何一个人的可能，是的，跟能力。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一集，你就会首先你必须意识到一件事，你过去受的教育有 bug。 对，我们都是这样被影响过来的。有没有机会先排毒一下？有啊，而且我其实觉得教育不局限在学校的老师，其实你身为一个人，你就在影响你身边周遭所有的人。所以如果回到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要做这些什么情感教育啊，或你说当我讲这些的时候，我眼睛在发光，因为这些都是多的，都不是一个老师被期待的事情。都不是课纲要你教的。课纲都没写。对，课本也不会叫老师说要教这。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希望我在这个当我放进去这个教育场域的时候，
我是一个会发光的人，我很希望我是这样，那我就必须要找到那个很重要的意义，会觉得我在这个地方那个热情跟那个意义能够在这里产生，那我势必会找出一些其他的事情来让这件事情实现嘛。对，我就不会只教课本里的东西，或者是教就是能力指标，或者是课纲里面所要做的事情。不过说真的，也没有那么偏离太多啦，还是它是个基本的框架在。对，其实课纲里面有希望小孩能够知道，我们的就是情感是多元的。你看，光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如果要跟小孩讲，那个你们要知道，就是感情是很多元的哦。讲完就结束了3秒没了。那真的吗？这样子有教育到吗？可能要花3个月的时间，从一开始去设计那个情境。而且，其实我以前都想说，我来跟小孩讲讲我的故事嘛。我以前也是，对，老师也是有失恋过的，对，有失恋过啊，我也劈腿过，我也怎么样过。然后我讲这些，可是他们只听到一个人的故事啊。所以我后来觉得，哇，如果我可以引进这个社会，每个人大家都有各自的故事，那不再才叫多元吗？不只是多元的情感关系而已，还有多元的性倾向，然后甚至多元的性别认同，这些东西都进来了。那我要做的只有穿针引线。如果我们的社会过多元，那这个肥沃的土壤有了之后，我只要引进来就好了。我只要把这些土放进来我教室的环境，让小孩有机会在里面吸收到，然后他就会长成他自己的样子。而这个样子，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遇到挑战的时候，是可以有一种感觉是，你把我打趴，好，没关系，我还是站得起来，没有问题，我还是走得过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对。我真是回到我前面说的，我觉得让小孩独立自主，他不一定就会想象，就是像大家想着他就失控，或者是会让我们就是担心，反而有可能他会有很多能力会额外的长出来。对，然后他会有机会成为一个更懂事，然后更知道我要怎么去培养让自己有应对这个世界的能力。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理解是说，假设你在这个人生的成长历程当中，你身为一个个人，你对于融入这个世界有些困难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理解，当你成长为一个大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你必须要让这些年轻的人要融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它是相对容易的。但它容不容易，其实就在于你自己的态度。就你现在是一个有能力的大人的时候，有权利的，你愿不愿意让更多年轻人更包容性的，可以让他们融入这个社会？因为社会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人一起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啊，就是共融嘛。所以已经不是，你看，我就觉得，比如说我有障碍的小孩，我也希望他可以幸福。那一样的，有一些他不管是在功课上，或者是在人际上，或者是他在各种道德上挑战你，这些孩子他都是我们的一份子。所以有没有机会把这个网织好，就是看他够不够大，然后够不够密，能够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在他掉下去的时候是被接住的。那掉下去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自己也都曾经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遇到过啊。在某一些时刻，你就会觉得算了，我放弃好了。当我讲说随便啊，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我会去偷东西啊，反正没差啊，我是谁不重要，或者是我已经没有什么连结了，然后或者是我可能恣意的伤害别人，因为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不重要。如果我们在某一个时刻小孩掉下去的时候，我们警觉到了不对劲了，然后可以好好的去把他接住，知道他怎么了，理解，然后知道说他到底遇到了什么状况，我们可以共同来面对。我真的觉得生命很复杂，也很艰难，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解决，可是我们可以共同面对。如果我知道有人在乎我，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来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事情会变得比较容易度过，就算没有解决，
我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完全。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真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面对。那我必须要让小孩知道这些事情没有比较轻松，然后也很需要你现在就要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会慢慢的把其他议题带进来。对，包括就是情感的议题，包括他面对自己，他如何看待自己的挫折，或者看待自己的家庭，看待自己的人生这种议题。他有可能面对自己的梦想，然后这个梦想有可能会跟这个社会的价值有一点出入，这样子的议题，他要去慢慢的跟自己的小时候讲话，或跟自己的未来说话。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在这个当老师的过程里面这一些转变，所以后来我很多时候会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核心，然后把其他的能力，比如说语文能力啊、数学能力啊什么都把它试着融入这些事情里面。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为你感受到这个学生的需求呢，还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是你身为一个大人你所想要 deliver 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教情感教育？我看到当他们在讲到跟他心仪的对象，对，他喜欢的人，他如何被他影响，然后呢，他觉得我只要看到他，我整个人就是觉得我今天都已经很满足了。天哪，这么小就小五小六就是他们内容，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说，他看到他喜欢的人举手的样子，他在他的日记里面说：“哇，天哪，只这样子就好了。”我知道那种心情。他喜欢的人，他又看到他，举手，好可爱。Oh my god！ 对，怎么那么小好笑？对，但是知道这就是爱情啊，然后情感就是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小孩是有必要学习怎么看待自己的情感，以及比如说如果他决定要告白，他可以怎么做，然后以及怎么承担对方是接受或者是拒绝，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对，以后他要怎么面对相处上的一些被拒绝，对啊，一些问题啊，然后以及后来他如果想要分手或者爱上了别人，或者中间不顺利，对，或者是他的好朋友被分手或自己想要介入，主动想分手啊。哇，真的，你想想看，你光是我们刚才这样讲那个感情的议题有多少，是不是很多？大概就有8000个 scenario。我家儿子前阵子前不久才刚跟我说，觉得我现在有好多事情要学，好多事情要忙，我真是觉得大学的生活实在太开心了，太多事情要做了。结果我绝对不可能浪费时间去交女朋友。过不久他跟我说，我要带我的 lover 回来。lover 什么时候？我就说 lover 什么时候的 lover？ 为什么突然间冒出一个 lover？ 不但出现，而且一定要带回来，还要宣示主权。lover。但我真的觉得人与人的关系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从小到大都上课都没有学到。我们小时候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啊，是没有学习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以前都觉得说不要学，你现在还在念书，你就不要学这些微博，对啊，什么交女朋友啊什么。我后来觉得，你们的节目啊，好像可以某部分弥补这件事情，是因为你们很在乎很细微的点，很多。在人生里面，或者是在我们在思考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某一种灵光乍现，或者是在某一种人的什么状态的时候，然后你们会很愿意直视它，然后去把它讲出来，然后去谈它可能的意义，或者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就是小媒体的力量吧。不然你想想看，那些大媒体不都是讲那些成功企业家的故事吗？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或者是像这样可以
愿意去凝视一些很小很小的生命故事啊，很小很小的亮光，让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那某部分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讲，可能他也会觉得那也许我自己的经历也不那么渺小。某种程度上，在我开这个 podcast 之前，我大概已经看到这个社会某一个层面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我有一个愿景，那个希望也很渺小，就是我希望我能够留下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我现在更好的世界给我的女儿。对我来说，我刚刚一直强调的就是在乎自己，理解自己，更多的是去看见自己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就是社会安全网的一种。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我们这个 podcast 可以影响多少人，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影响的人大概就在20岁以上，但是到哪里我不晓得。他们能够被我们影响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它都是隐形的。我们的生命经验也有限，对啊，也有限，我们只能把别人的生命经验也卷进来。是啊，对，所以我们今天把你的生命经验卷进来，对，透过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人去分享自己个人的生命经历，它能够影响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生命本来就存在的力量。对，那或许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一点亮光，它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伟大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有人在做，但有没有人意识到，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讲，就是其实大人更需要这些东西。对啊，这是真的，因为大人才会去影响小孩。真的，小孩他现在就是你知道。他的可塑性其实比大人强非常非常的多，对。可是大人的可塑性眼见着就是递减，你知道吗？逐年递减，真的啊。所以其实现在的大人20岁以上算大人了嘛，对不对？不管他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他们就是大人了，我们都是大人了，所以他才会去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小孩。所以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对，我们现在这个等于是拦腰处理啊。对啊，我那时候不是邀请很多朋友写信给我们班的小朋友嘛？对，我那时候就是他们的信我也会看得到嘛，然后我就发现好多大人写的，就是那些都是我的朋友，有很多是交往很多年的朋友，结果他写的事情我竟然不知道。我后来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去袒露自己的一段情感经验，这件事情在某部分来讲，其实为什么有这么多大人很想要告诉小孩这件事？我在想，这也是一种邀请，就是希望他们的经验有机会。我在想说，原来你遭遇了这么严重的事，而我身为你的朋友，就是大家都这样子各自忙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彼此之间已经在这个生命的难关这样卡过了一关，这样过去了。对啊，他并不是觉得他不值得一提，而是我们之间的连结没有到那样子那么的深。对，我们没有在那个适当的时机去创造出来，然后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彼此安慰。如果有机会，你看，我就觉得有机会让小孩成为一个影子，在很多时刻有机会去就是让某一些故事出场，是啊，然后让他成为彼此安慰的力量，这样子。对啊，就是不孤单了，大家都不孤单。真的，对，所以有情感教育也是这个目的啊。是啊，对，我觉得他在某一个时刻可以知道，真的你不孤单，我们可以的。对，我们一定过得去。的确，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大家 ，everyone。对，在哪个？你觉得你被打趴了吗？没有，可以的。对，
你会站得起来。OK， 对，好，我们今天谢谢翁丽淑老师，然后我们在这个资讯栏里面，你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 Flying V 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的一个 plan， 对，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翁老师，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拜拜。